妹妹看上我的男朋友，耍心思勾引他，我求而不得给他们制造机会，因为我男朋友是怪物，实打实的怪物。当我那同父异母的妹妹笑着问我男朋友喜欢什么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更别说他这种平时就和我不对付的人。可我也没有生气，我抿了一口咖啡。婉儿，他几乎没有什么忌口，尤为喜欢吃川菜。那姐夫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你姐夫爱好也挺多的，也喜欢打台球。我记得你不是也会打台球吗？你们两个应该还挺有共同话题的。是吗？赵九笑得灿烂。那姐夫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啊？啊，姐，我的意思是，赵九真是蠢货，算盘快打我脸上了。我维持着虚假的笑意。妹妹，不瞒你说，你长得很符合你姐夫理想型，如果不是我们先在一起，这结果还真难说呢，哈哈。我故意装作没听出赵九的意思，继续给他打气。但我刚说完，电话就响起来了。是江培彻，老婆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怎么还不回来？我想你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，我不过出门半个小时，他又开始打电话来了。你能不能别管我了？我自己知道回来。江培彻对我的怒意置若罔闻。老婆，我来接你吧。他甚至没有问我在哪里。我愤怒地挂断了电话，想起坐在对面的赵九，又勉强地挂起一抹微笑。你姐夫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，他粘人的紧。赵九听完之后，脸上的向往更多了几分，喃喃自语：粘人好啊，粘人好。你姐夫马上就来了，一起到我家坐坐吧。姐姐盛情难却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赵九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，笑得有些兴奋。我当然看出来他的意思了，但我没有一点对象被人觊觎的愤怒，我反而是满心的期待。是的，期待。我期待赵九能够成为江培彻的心头爱。早在赵九和江培彻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就看出了赵九眼底明晃晃的渴望。他今天邀请我到咖啡店聊天，也是我所等待的。我和江培彻在一起2年了，这2年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第三者。我一直以为我会和他就这样走完一生，直到我发现了江培彻的秘密，他不是人。发现这个秘密也是巧合，毕竟江培彻平时所有习惯都和正常人一模一样，他也没有违法的行为。思绪略微飘远，江培彻来得很快，他已经到了。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我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已经了解了他的身份，但我们都默契的从不提起。比如现在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位置，但看见他，我也没有质问，而是像往常一样，有些不满的和他撒娇。我只是和妹妹聊聊天啦，没有男人，你真是的，这都要来看看。江培彻握住我的手，与我十指相扣。我想你了，老婆，我们回家吃饭吧，我菜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回家我就开炒。现在已经到饭点了，明明才5点左右，非要找个吃饭的理由让我回家。赵九不甘心被晾在一边，急忙说话刷新存在感。姐夫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上次见过。江培彻这才把目光移到赵九身上，他温和地点了点头，是老婆的妹妹啊，你好。他只字不提上次见过的事，怕是早就忘记了。我邀请妹妹来我们家做客，我和妹妹也好久没见了，有许多话想说呢。对，我和姐姐平时关系很好，这么久没见，我也很想姐姐。赵九还是懂得顺杆爬的。江培彻微不可察地冷了一下，而后又继续那副温柔先生的模样。当然，老婆的妹妹是客人，我会好好招待的。到家之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厨房里做菜的江培彻和屁颠跑去帮忙的赵九。姐夫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你是客人，你和你姐姐一起坐着看会电视吧。赵九扭捏着笑，不了，我和姐姐不太一样，一般都是女孩子做饭啊，姐姐怎么让你做饭？你姐姐爱吃我做的饭？江培彻语气中带着宠溺。
的确，在一起之后，我几乎没怎么进过厨房了。姐夫，你不要太宠着姐姐了，把姐姐惯坏了，以后谁要她啊？赵九口无遮拦，我这都还没分手呢。这话明显触碰到江培彻逆鳞，他冷冷地看了赵九一眼，就这一眼，把赵九吓了一跳，不确定他刚刚一闪而过的杀意是不是自己的错觉。江培彻狠狠地剁了一下手里的菜刀，发出砰的响声。呵，你这么喜欢弄，那你自己弄完自己吃吧。江培彻冷笑了一声，放下手里切菜的刀。江培彻坐到沙发上抱住我，声音幽怨又委屈：老婆，你妹妹连炒菜都给我抢了，我不能给老婆做爱吃的土豆烧排骨了。赵九一个人站在厨房门口，看得我们很是尴尬。姐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工作那么久回家就应该好好休息的。我煞有介事的点头，我妹妹做饭还挺好吃的，但我不会做饭，只能天天辛苦你了。江培彻捏了捏我的脸，老婆，我甘愿天天给你做饭。他说得很慢，声音轻轻的，听得我毛骨悚然。他是察觉到什么了吗？呵，江培彻松开了手，又恢复温和的笑意。没事，小姨子，你过来坐吧。今天晚上我们点外卖，老婆，你不是也馋着想吃外卖好几天了吗？最后我们还是吃了外卖，桌子上的菜全都是我爱吃的。江培彻给我夹了一块排骨，赵九看见也含羞带怯的给他夹了一个大虾。老婆，果然你妹妹也很了解你爱吃什么呢。江培彻极其自然地把虾包好后放入我的碗里。赵九又夹了一块鱼肉，江培彻毫不犹豫将鱼肉丢掉了，我不爱吃鱼。说完又给我夹了一筷子鱼，老婆爱吃这家的鱼，老婆多吃点。这顿饭吃的我其实还蛮煎熬的，本以为赵九有多高明的手段，结果他一番操作下来，江培彻肉眼可见的不耐了。毕竟是外卖，也不需要洗碗，赵九抢着帮江培彻收拾了。吃完晚饭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出门散步？赵九提议。出门散步，我有些期冀地看着江培彻，可以吗？他又捏了捏我的耳垂，老婆，晚上没什么好玩的，我们一起在家里看电影吧，我下载好了你想看的那部了。我有些烦躁，待在家看电影，我都快长蘑菇了。那我和妹妹出去，你自己看吧。我心一横，势必要叛逆到底。其实我平日是不会太多忤逆江培彻的，我怕他心情不好把我刀了，但现在赵九这蠢货也在，先刀也轮不到我，那我偏要叛逆一点。单独和我出门也不是赵九想要的结果，但毕竟是他提出来的，现在是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。老婆，外面不安全，还是我跟着你一起吧。江培彻看着我都穿好了鞋，眯了眯眼，最后妥协了。一行三人，我和江培彻都不怎么说话，我还在生气，压根不想搭理他。赵九像个跳梁小丑，压根没看出气氛的尴尬，还在那不停和江培彻找话题。姐夫，听说你平时爱打台球，我也很喜欢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打一下吧？江培彻皮笑肉不笑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已经很久不打台球了。没事姐夫，我打得也不好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进步。姐夫，这里空气还挺新鲜的，对吧？我平时就喜欢饭后散散步，只可惜我没有男朋友，只能一个人散步。姐夫，你喜欢姐姐什么呀？他问了一晚上的无聊问题，没人想搭理他，终于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，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江培彻一直拉着我的手，偏头温柔地看着我，我爱你姐姐。看见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只会有他一个人了。说完，他低下头亲吻了一下我的嘴角，动作温柔蜜意。哈哈，赵九笑不出来了，你们感情真好。没人搭理他，江培彻只顾看着我，我只顾眼观鼻，鼻关心。我和江培彻曾经是同事，在公司遇见的。为什么说曾经是同事呢？因为就像是故意为了和我遇见一样。在我和他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，他就离开了公司，
自己去创业去了。现在江培彻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走吧，老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这才走了10来分钟，他就又迫不及待让我回去了。赵九还想继续跟着我们回家，江培彻维持了一天的礼貌面具瓦解了。你没有自己的家吗？我好久没见姐姐。赵九被吓到了，结结巴巴的找借口。妹妹，要不你明天再来找我吧，我随时欢迎。我知道江培彻是绝对不愿意留下他过夜的。赵九再不情愿也没法，只能黯然咬着嘴唇离开。回家一路上，江培彻完全不像刚刚那样高冷，拉着我聊东聊西。一到家，他就把我抵在房门口亲咬，一下子把我嘴唇都咬出了血。他把我的血舔干净了，我感觉到他的舌头在我的唇上卷走了所有的血滴，下一秒伤口不痛了。他亲完嘴唇，又开始趴在锁骨处吮吸，我被他弄得有些无力，努力推搡他。老婆，我忍了一天了。他抬起趴在我锁骨处的脑袋，语气极其委屈。我心底暗骂，果然是怪物，长那么好看干嘛？难不成是狐狸精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江培彻迅速抱上了床。我的身体被撞得晃悠，我根本无力再去想明天该如何指导一下赵九的问题。猛烈的刺激携着细微的疼痛，我最后陷入了沉沉的睡眠。等我起床的时候，枕边人已经不在了。我现在没有工作了，不需要早起。我看着天花板，心里五味陈杂。在跟他谈恋爱半年后，我就被迫辞职了。那天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与之相反的是满脸开心的江培彻。他做了很大一桌菜，给我剥虾挑鱼刺。没有工作不好吗？就在家里看点电视，我会早点下班陪老婆的。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老公会来爱你。当时的我满心都是爱意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可怕，也没把他的话当真，搂着他亲了一口，娇笑着说不麻烦老公，还是要去找工作。他一听脸却垮了下来，找工作干什么？我每个月给你20W 零花钱，养不起你吗，老婆？多少？正在吃饭的我被吓得咳嗽。我直直地看着江培彻的眼睛，确认他没有说谎。自那之后，不管我真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我都没有再去工作了，因为没有公司要我。我像是被他豢养起来的金丝雀，逐渐脱离了和社会的交往。我在床上发呆了将近10分钟，江培彻的电话突然打过来了。老婆，起来了就赶快去吃早饭吧，我已经做好，给你放在饭桌上了，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吃，微波炉我也给你调好了，你按一下开始就行。好。我慢吞吞的起床，电话也没有挂。早饭热好了，我开始吃了。今天准备的三明治还好吗？明天给你换个其他的。听着我电话里的咀嚼声，江培彻似乎心情很好。都行，我淡淡的回应。老婆，我今天下午早点来接你，带你去买衣服。我看你喜欢的那家店出了新品，今天下午就带你去买。江培彻对我的爱是全方位的，我忍不住想到我让赵九来攻略他的事情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好，我突然有点想哭，用吃东西的声音来掩盖我的哽咽。你先上班，我吃饭，先挂了。说完，不等江培彻拒绝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挂完电话后，我突然大哭起来。江培彻越对我好，我就越伤心。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爱我的他，却是个怪物啊？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不相信他是怪物的，直到我亲眼看见他报复一个对我动手动脚的流氓。他把流氓抵在死角，伸出手在空中划了一下，流氓就突然跪在地上，双腿开始流血。流氓也意识到问题，不停地磕头以求饶恕。他磕得很用力，头上直接开始渗血，鲜血滴答滴答将地上的雨水坑都染成了红色。最后江培彻没有杀掉流氓，但流氓已经从此半身不遂。在黑暗里，因为担心江培彻受伤躲在远处尾随的我被吓了一跳，强忍住想要呕吐的心。
这件事我不敢和任何人讲，更不敢直接问他。江培彻对我很好，他不会伤害我，我一直给自己洗脑，强迫自己放下心中的芥蒂。但是对未知生物原始的恐惧让我产生了离开的心情。他对我很好，但只是现在对我好，我说不清他是否对我有所图谋，或者只是一时兴起。我不敢用自己的生命去赌一个怪物的真心。而就在我不知道怎样摆脱掉它时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出现了。我该感谢她的，感谢她的愚蠢和贪婪，将她推向深渊。我并不愧疚，是她自己贪心，想要勾搭自己的姐夫。我不过是作为一个好姐姐，满足我的妹妹。但是想到江培彻对我的温柔，我其实还是舍不得。或许我就是贱吧，贪恋他的温柔，但是又深深地畏惧他。江培彻作为怪物的一生漫长无边，我或许只是他生命中一个短暂的过客，但我不一样，人类生命脆弱且短暂，我想活得更自由。我擦干眼泪，决定背着他出去找朋友玩，缓解一下心情。我翻遍了仅剩的朋友列表，最后终于约出了几个女生，都是读大学时候联系较多的朋友，能约出来也实属不易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把我那个便宜妹妹也叫上了。我们约在 KTV 见面，人齐后也没谁想着唱歌，干脆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。我觉得挺无聊的，无非就是一些你还爱前任吗？你最爱的是谁这种老土的话题。但我就是想玩，我就是想要那种不受江培彻限制的自由。在经过了几轮之后，输的人轮到我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大冒险吧。好啊，那你现在给你前男友发消息，说你想他了。赵九真是费尽心思给我挖坑。我不想扫兴，拿起手机准备找一下，却狠狠地愣住了。前男友，我的前男友是谁来着？我忘记了，不是那种自然而然的遗忘，因为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了。愣着干嘛呀，姐姐？你那么多前男友，随便联系一个都行呗。赵九看我不动，有些着急。我认输。我心里极为惊诧，面上不显，拿起桌上的酒饮了一杯。没意思。我脑子里面很乱，我是个颜控，谈恋爱之前全看颜值，这么多年不说前男友种树，也有3-4个。但是现在，不管是他们的脸，他们的名字，还是有关他们的往事，我通通想不起来了。肯定是江培彻。我心里的害怕扩散，他为什么要抹掉我的记忆？游戏轮到了赵九，他好像很期待，而提问者刚好是我。赵九，我前男友叫什么？哎，我还没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。我就问你这个，我前男友叫什么？随便哪一个都行。我语气有些冲了，赵九被我整懵了，好半天反应过来说，你前任叫江景。说起江景，我记得你们好像是大3那年开始谈的，话说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岳慈一个朋友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是啊，江景对你那么好，我们当时一直都很羡慕呢，还以为你们会结婚。岳慈，你桃花一直都很好，大1的时候和校草陆怀谈，大3分手后江景谈，2个都是大帅哥呀，而且他们2个都对你好好。同学羡慕的语气，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2个名字于我而言只有陌生。陆怀、江景，你们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分手吗？似乎只有我的记忆出了问题。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我们当时问你，你也不肯说。说话的这个是我当时的室友陶希，但我记得你当时分手的时候就每天都在哭，我们安慰你，你还说能不能别提起他，我好害怕。陶希继续回忆着，是啊是啊，算了，这些都过去了，你现在男友也很好啊，我们继续玩吧。这个话题被带过了，而我还陷在这段话中。我确定我对这2个人毫无记忆，怎样都想不起来的无力感将我埋没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今天的所有钱我来付，
你们玩得开心。我提着包跑出去了，外面在下雨，我没有带伞，但我没有开车走，也没有打一辆出租车，我就这样一直站在侧门的屋檐下。雨滴滴答滴答地落下，大雨冲刷着这个城市的肮脏不堪。老婆，你怎么出来不和我说一声呢？你瞧你，连伞都没拿。我刚站没有5分钟，江培彻就举着伞到了。他也没有开车，我们在这种地方总是有些莫名的默契。姐夫，你来啦，一起来玩吗？姐姐叫我们来的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也没带伞。赵九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追出来的。老婆，下次出来玩，提前告诉我，好吗？我会担心你。他无视赵九，牵起我的手就要离开。姐夫，赵九有些急了。姐夫，我没带伞。赵九可怜巴巴的示弱。不好意思，我也只带了这一把伞，你等等来辆车吧。江培彻面色不悦，但还是礼貌地回答：我一个人害怕，姐夫，你可以在这里陪陪我，等我上车吗？抱歉，我没这义务。姐夫，姐夫，任凭赵九怎么喊，江培彻已经拉着我走进了雨幕。这把伞不算大，江培彻举着伞一直向我倾斜，我几乎没有感觉到雨势。但我穿的高跟鞋是华伦天奴，美丽刑具，沾水会损坏。带的平底鞋在车上，现在也没法换。我低下头看着我的鞋，我很喜欢这一双，是江培彻国外出差时给我买的。上来吧，老婆，我背你。算了，还是开车吧，我开车出来的。如果老婆想开车走，刚刚早就开车了，没事的，老婆，相信我。他笑着捏了捏他手上的肌肉，在他的坚持下，我最后还是被他背着走了。大雨倾盆，这个城市冷冰冰的，但是江培彻的后背宽厚温暖。阿彻，你还记得起来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吗？当然啊，那个时候我还和老婆是同事。说起来，那天下班也是下雨，我拿着伞送老婆回家。江培彻语气里满是笑意，一点都没有恼意。其实老婆，那天我并没有带伞。那你的伞哪里来的？车上自带，我到车库拿的。他狡黠一笑，开车速度太快了，我当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，最后选了这么个笨办法。回到家我全身都淋湿完了，哈哈。我伸出空手揉了揉他的头发。江培彻，你爱我吗？怎么了？突然这么问。江培彻有些意外，总是他反复和我强调对我的爱，我很少主动问他。我当然爱你了，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肯定栽到你手上了。一见钟情吗？他们都说一见钟情是见色起意，我心里的酸胀感不断放大。老婆，这个世界上美女很多，在我的眼中，所有人都没有你好看。他说的无比郑重，好像在决定什么国家大事。我深吸了一口气。阿彻，你知道陆怀和江景吗？知道啊，你大学时候的对象吗？老婆，你突然提起他们，我可是会吃醋的哦。江培彻说得极其自然，如果不是我知道他怪物的本质，我根本不会怀疑他的话。是吗？我和你说过他们吗？在谈恋爱之前，我们就互相聊过这个话题。我知道你谈过2个，而你是我的初恋。我对这件事情也完全没有印象。那你介意我之前和他们谈过吗？我介意呀，我还很生气。不过是气我自己，气我没有早一点来找你。不过没关系，过去属于谁不重要，未来属于我就好。最后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不敢继续问下去，莫名的也不想打破这个美好的气氛。我把头靠在他温暖的后背上。那你会一直爱我吗？至死方休。明明还是下午，但是浓厚的乌云让白天像黑夜，街上行人零零散散，汽车的鸣笛声混着雨滴声一起挤进我的耳朵，但此刻任何声音都没有他这4个字给我来的震撼感强。
我环抱住他的脖颈，也许，我该相信他。我也爱你。回到家，先洗了个澡，江培彻帮我头发。我盘着腿和他聊天。你今天出去都和谁一起玩了？他状似不经意地发问。有好多帅哥，哈哈哈哈。老婆，别开玩笑，我会伤心的。骗你的啦，全都是女孩子，除了赵九，其他都是我大学室友。我不会知道刚刚的江培彻眼中有着怎样的杀意。阿彻，我快来了那个了，今天晚上休息一下吧。好，我先给你倒杯热水，你把安眠药喝了再睡。好。说起来颇有些不好意思，我睡眠很差，平日里都是累得睡过去的，如果不运动，我就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。晚安，老婆。看着我喝完药，江培彻俯身亲吻我的额头。这一夜，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，而不是畏惧入睡。在我入睡后，江培彻站在床头，目光悠悠地看着我。第二天起床，我懒洋洋地走到客厅，发现江培彻刚好在给我热牛奶。你今天不去公司吗？前段时间刚处理完一个大单子，最近没什么事，公司的人自己弄就行，我可以多陪陪你，老婆。我笑着走过去，挽住江培彻的脖子。那今天我们去哪里玩？你想去哪玩？江培彻放下牛奶，宠溺地抱住我。我想回我的大学看看。好啊，先把早饭吃了吧，牛奶给你热好了。江培彻就是这样，只要有他陪着，他几乎不会拒绝我出门的要求，但他不喜欢我一个人出去。我的学校是放眼国内都算不错的大学，学校一直是开放自由的，我们以参观学习的理由进入了。真怀念，我记得我以前早上经常起不来，就会拜托同学帮我签到，然后下午给他们带吃的，哈哈。能猜到，毕竟老婆现在也爱赖床。我们手拉着手，走过每一个我怀念的地方。我以前早上不起床，也不爱吃早饭，但我也没有得胃病，还是挺幸运的。我摸了摸肚子，觉得自己还是运气很好。也许你吃了早饭，只是你忘记了呢。我偷偷看向江培彻，他只是随口一提，脸上没有什么奇怪的神色。老婆，现在赶上学校的栀子花开，要去拍一下吗？我记得你很喜欢和花合照。好啊，但我有点忘记了学校的栀子花种在哪里的了，毕业太久了。没事，慢慢走吧，总会遇见的。他安慰我。我开始顺着他随处走着，在转过第二个转角的时候，遇见了大片的栀子花。看来我们运气很好，这里就有很多。来吧，老婆，我帮你拍。他主动点开相机，向我拍了拍胸脯。放心吧，老婆，业余无极拍照师，诚心为您服务。江培彻身形高挑，剑眉星目，笑容像不之前一样外露。他形象上的遥远被这笑抹平，引来了一众女生窃窃私语，但是大多也只是默默远观，毕竟我这个正牌女友还在这里呢。我随便摆了几个姿势，怎么样，还好吗？当然啦，主要是老婆长得好看，怎么拍都好看。江培彻一张一张翻给我看，他拍的确实很不错，光影细节都抓得很好。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个天赋。我笑着打趣他，熟能手巧，其实我还拍了很多张老婆的照片，这点我还是知道的。我们家里挂了满墙的照片，大多数是我个人的，剩下就是我们的合照。我看了看其他女生投来的艳羡的目光，也遇到帅哥，你人气很高啊。还在摆弄照片的江培彻没理解，抬起头看见我的笑，忍不住亲了一口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吻整得害羞了，拉着他就要赶快逃离现场。我们又到处逛了很久，时不时拍几张照片。饿了吗，老婆？我们去吃饭吧。江培彻比闹钟还准时，饭点一到就会主动问。有点怀念学校的饭了，我们去食堂吃吧。我兴致勃勃地晃荡着和他相握的手。
江培彻自然是答应的。学校很大，这些年其实没什么大变化，但我就是找不到路了。我是不是老了？记性差到连食堂都找不到了。我有点挫败。以往我是冲食堂最快的选手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连去食堂的路都找不到了。江培彻捏了捏我的手指，安抚道：没关系，老婆在我身边，我会替老婆记住所有。的确，最后还是江培彻带我找到的食堂，选了几个爱吃的菜，我们坐在一起，看着人来人往的食堂，我忍不住开始怀念过往。真是怀念啊！我以前在学校最爱吃食堂弄的糖醋排骨，酸酸甜甜的。但是今天我没有看见这道菜，让我难免几分失望。江培彻无奈地笑：乖老婆，你先好好吃饭，别拿筷子折磨你的菜了。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弄糖醋排骨。好爷，心里满满都是幸福感，同时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蔓延开来。我说不上来，但就是感觉熟悉，好像曾经也有人经常给我拍照，给我做爱吃的饭菜，陪我在学校漫步。是关于那2个前男友的记忆吗？关于他们记忆的缺失，也许是江培彻的原因，也许不是，但我不在意了，不过是过往，也许忘记更好。学校很快逛完了，我们便去超市买食材去了。我不懂这些，江培彻甄别着哪个菜会更健康的时候，我在纠结会去零食区买什么味的薯片。江培彻考虑应该做酸辣味的牛肉还是鲜香的鱼肉时，我在思索怎样说服他给我买更多的零食。最后，我们站在零食区，四目相对。他好笑又无奈，我执着又心虚。老婆，我说过的，薯片不能吃太多了，上火而且对身体不好。不要嘛，我就才拿4包，这是最后1包。我试图撒娇，抱着他的手晃荡。我们买点其他的零食不好吗？我们可以买更贵的。江培彻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捂住。这不一样的老公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。我对原味薯片的爱，就像是我只爱你一样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我眨巴着眼睛。江培彻被我的歪理逗笑了。好好好，最后1包哦，但我会看着你，这个2天只能吃1包，其他的健康的零食可以多吃一点。老公最好啦。我很少叫他老公，把江培彻叫得心花怒放，微微低头对着我就是一个巴结。晚上江培彻果然给我做了糖醋排骨，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，酸甜的味道在我口中炸开。江培彻笑着看我满脸的激动，怎么样？我把嘴里的肉咽下去，好吃，和我学校的真的一模一样。不过为什么感觉你平时做这道菜不是这个味道啊？他平时做的更重糖味，会偏甜偏黏一点。江培彻往我碗里夹了一块，漫不经心的回答做法略微不同罢了，今天稍微调整了一下。很像，真的很像。我学校的糖醋排骨其实并不正宗，它有一点辣味，甜淡不腻人。我没多问，愉悦地吃完了这一餐。之后我们又过了几天这样美好平静的生活。我把赵九拉黑了，他来我们家找过一次，被忍无可忍的江培彻骂走了。临走之前，赵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其实挺害怕他和江培彻说些什么的，但他过于蠢笨，似乎到现在还未发现我当时是故意给他机会的。这点小插曲没有打搅我的好心情，我每天泡在爱里。江培彻在公司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在家看他给我下好的电影。哪怕再忙，他也会时常打来视频。我想你了，老婆，老婆在干什么？老婆，你今天去哪里了吗？老婆真乖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这样的美好被打破的也很突然。晚上运动前，江培彻按例去洗澡，他的手机放在外面，助理给他打电话。我很自然地接起电话，告诉助理有事晚点再说。助理表示不是什么大事，抱歉打扰，说自己是打错了，还请求我不要把他晚上给江培彻打电话的事情说出去。
他说江培彻会扣他工资，我笑着同意了，忍不住想，原来在家里那么温柔的他，在公司是这样的冷面阎王。我删掉了通话记录，然后好奇翻了翻他的手机相册。他说他拍了很多张我的照片，我有点好奇。相册里面几千张全是我的照片，但那些都是我所知道的。我翻动着，突然留意到一个私密相册，本着爱人之间没有什么秘密的想法，我点进去，要输入密码。我试着输入了我的生日，一试便对。但相册里的照片让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里面也都是我的照片，但全都是大学时期的我。有我在图书馆看书，结果昏昏欲睡的照片，有我在操场上跑步，跑得要死不活的照片，也有我在文艺晚会上光彩夺人的照片。这些一张张一幕幕，全都是大学时期的我。有些照片很明显是在我旁边拍的，我还对着镜头笑得很开心。可是江培彻和我明明不是一个学校啊，我们明明是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遇见的呀。我双手略微颤抖，感觉有什么要呼之欲出了。我继续翻动着，直到一张合照映入眼帘。合照的两人是我和江培彻，我笑着看向镜头，他笑着看着我。难道我缺失的记忆里还有关于江培彻的一部分吗？我点开相册中的一个视频，视频里似乎是同学聚餐，我看见我的室友陶希笑着拉着我的手，你命好啊岳慈，能把校草陆怀拿下，他家可有钱了。我没看完，又点开另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拍摄角度很奇怪，似乎是监控，安在我宿舍的监控。我在收拾包准备出门，另一个室友白月在化妆看我出门，笑着问我，你又要去和你那个男友江景约会去了？我羞涩的笑，他在校门口接我。不是，我说，你也太不厚道了，只告诉我们是个帅哥，啥时候让我们见一面啊？下次吧，下次吧。江景似乎不太想让你们见到他。我背着包快步离开了。后面还有很多视频，基本上都是以监控的形式出现。我背后已经吓得冷汗出来了，我颤颤巍巍地点开那张合照，仔细看，那就是江培彻合照的地方，就在学校的那片栀子花那里。我突然觉得脑袋很疼，像是有人用我的脑神经跳绳，我疼得蜷缩在地，捂着头叫。江培彻裹了个浴巾就冲出来了，他瞄了眼手机上的照片，急忙从抽屉里找出安眠药喂进我嘴里。昏过去之前，我看到的是他焦急如焚的脸。我没有力气思考，等我再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在医院。江培彻一直守在我的床边，我一醒来，他就激动地给我端了杯温水。我的嗓子很干哑，喝完水才觉得好点。你到底是谁？我醒来的第一句话直指江培彻。我以前理解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怪物的事情，但我现在慢慢意识到，到底是他有问题，还是我有问题？那种对事实完全不了解的愤怒、无奈让我崩溃。我是你爱人啊，老婆。江培彻一看就是几天没睡好，脸上都有了几分疲态，他强勾起一抹笑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是不是陆怀？我扯着嗓子，但终究吼不大声，用力过猛，我咳嗽起来。老婆，你别激动，我都告诉你。江培彻轻拍我的后背，眼眶微红。老婆，我就是陆怀，我也是江景。明明已经猜到结果，但亲耳听到还是很震惊。所以说，这么多年，我其实一直在和同一个人谈恋爱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你是怪物吗？我咽了一口口水，明明之前都说服自己相信他了，但现在我又忍不住开始害怕。手悄悄地伸向按钮，只要我一按，护士就会立马过来。老婆，我不是怪物。江培彻目光中透着悲伤，他抱住我，声音哽咽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我们到国外治疗好吗？你不要再抵触了好吗？什么呀？为什么有问题的人是我呀？我开始迷茫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明明你就是怪物。
肯定是你删掉了我的记忆。江培彻的泪水滴在了我身上，烫得我开始发抖，最后也呜咽着回抱住他。医生推门进来，看样子你已经知道了。他推了推眼睛，拿着检查报告给我，你有严重的弗雷里格综合症，症状为认为自己的亲人被外星人替代，会翻脸不认人。当然，还是建议你到国外进一步诊断，我们这个医院并不是主攻这种精神病的。弗雷里格综合症，所以我吃的那些安眠药都只是治疗的药。我拿着单子，眼睛哭得看不清单子上的字。老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在发现你的病情后一味地盲从你。如果我在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就坚定地带你离开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我第一次见江培彻哭得这么厉害，他抱着我，声音发抖。可我太害怕了，我太害怕你离开我了。在你第一次发病后，我拜托你室友找借口给你喂药，但是这种精神疾病类的药都有很严重的副作用，它不仅让你忘记了怪物，也让你忘记了和怪物的一切。所以我只能一次次找一个新的身份来爱你。我真的太害怕你离开我了。那一天，江培彻和我讲了很多，讲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相遇，讲他是怎样用江景的身份瞒着其他同学爱我。我不敢见你的同学，怕他们认出来，这个江景就是陆怀。在校门口接你的时候，我总是全副武装，口罩、墨镜、帽子。那个时候同学还以为我是什么奇怪的人呢，经常会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。我跟着你的脚步走，在你第二次发病离开江景后，我又改名叫陆怀景，跟着你到了公司。但幸好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姓名，我都没有错过你。我跟着江培彻出国治病了，我吃药的次数开始慢慢变少，医生说我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走。最后，我真的和江培彻结婚了，他的那声老婆受到了法律的保护。婚礼上，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同学，包括赵九，他咬着牙，愤恨地看着我，而是只是举着酒杯，冲他翩然一笑。岳慈，你竟然最后还是和校草陆怀在一起了呀？是啊，当时大三就看你们分手了，我们还很惋惜，毕竟当时你们真的很甜，结果还是修成正果了，恭喜啊！其他同学并不知道我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多做解释，只是相视一笑。江培彻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白月慈女士为妻，按照圣经的教训与她同住，在神的面前和她结为一体，爱她，安慰她，尊重她，保护她，像爱你自己一样。不论她生病或是健康，富有或者贫穷，始终忠于她，直到离开世界。我愿意。教堂钟声响起，白鸽飞远，我们在雷鸣的掌声中交换了戒指，许诺终生相伴。后来江培彻有偷偷告诉我，他并不信仰上帝，我佯装生气。那你结婚那天的宣誓不作数喽？怎么会？江培彻慌张求饶。我的意思是，哪怕没有誓言，我也会爱你。是吗？那你爱我多久？至死方休。他一字一顿说得坚定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画下了句号，两人尽情拥吻，而后安然入睡。江培彻在我醒后却睁开眼，蹑手蹑脚地下床，拨打了一个电话。你可以呀，还真结婚了，你来真的呀？当然，帮我找找，怎么样让普通人永生？电话那头震惊了，你有问过他的意见吗？你只需要帮我找，剩下不该问的别问。电话挂断了，江培彻又躺回床上，月光倾洒在地板上，照得一屋子都是荒唐。江培彻看着身边人安静的睡颜，喃喃自语：该把你带去哪里呢？或许该买一座无人的岛。他亲吻我的后颈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所以请你不要离开我。